有位大兄弟问我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啊，相亲遇到按摩女怎么办？这问题我听完一愣啊，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。这位大兄弟呢，今年31岁，做 IT 工作的，平常呢主要在家里接活干，一年能赚个20-30万，收入算是可以的吧。有车也有房子，就是长相一般，加上经常熬夜啊，不怎么收拾自己。之前呢追过几个姑娘都失败了，就一直单身。他累的时候就喜欢去附近的一家足疗店里啊去按摩。有一个姑娘24岁啊，两人是老乡，话题很多。为了这个姑娘呢，男士啊也没少办卡，姑娘也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他。他说自己啊挺喜欢这个姑娘啊，但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人吧，水有多深，而且这姑娘还做了5年，肩膀那里啊还有纹身，他就很抵触。除了按摩聊天啊，其他也不怎么联系。这上个周啊，热心的邻居大姨啊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说是99年的，性格很好，在外贸公司做内勤工作，一个月能赚3000左右，人呢明事理也懂事啊，是个乖乖女。于是啊，他就盛装打扮了一下，就去赴约了。约的是晚上6点半，他先到了，那个姑娘呢还没到，男士就在那等着呀。这快到7点的时候，这姑娘打电话问他坐在哪，他边接电话边回头，一下子两人对上眼了，都愣了一下啊，就是那个按摩的姑娘。场面一度是很尴尬呀，没办法呀，那只能继续约会了呀，人都来了，饭都定了呀。于是呢，这两人是边吃边聊啊，因为本身就比较熟悉啊，气氛也没有那么的冷场。男士呢，先是有点带气啊，问这个姑娘为什么要隐瞒介绍人工作的事。姑娘解释说呀，自己也是怕被人嫌弃啊，才隐瞒的。和男士呢也道了歉。男士也想想算了啊，两人就吃饭聊天。他就发现这姑娘的性格比那些相亲女啊好太多了，知道关心他，给他夹菜。期间呢，这姑娘还问这个男士啊，是不是嫌弃自己做按摩这种工作？男士呢也说实话，他不否认啊，做这行的女生啊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，但毕竟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诱惑，所以自己也不确定啊是否介意。姑娘听完呢，表现出啊也比较懂事啊，很理解。吃完饭回家之后啊，这姑娘没事呢就会发信息问这个男士，吃饭没有啊，累不累啊，压力大不大等等。他心里就特别纠结啊，自己单身这么久啊，是头回呢遇到这么关心他的姑娘，是不是自己带的偏见太多了呢？按摩女也不是不好的。于是他就问我要不要在一起。你看问我的这些问题啊，整得我呀，你说一个人的品行啊好坏啊，这个职业确实不是决定性因素，但一定会受环境影响，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出手很阔绰的大老板，那点名让他给你服务，出钱2倍。咱不说某些越线的服务，我觉得90%的概率啊，他会妥协，会积极热情的对待这个老板吧。就算一次守住，其他的同事接了单子，你辛苦赚1份，人家呢却轻松得2份，最后1个月拿到钱还比别人少很多。你能保证几次能够守住原则呢？很多男士都曾经问过我，说喜欢过夜场还有足疗的女人啊，问我这类人适不适合结婚，三观是真的有问题吗？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有问题，只是说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习惯了赚快钱，习惯了某种轻松赚钱的方式，没有办法再去认真的去做其他的行业。从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，依然能够进去，要么被骗，要么心甘情愿。但法治社会，你觉得被骗的概率有多大？多数都是了解了自己要工作的内容才去做的这个行业。一旦见识过这个世界的纸醉金迷啊，通过某种方式啊尝试到了甜头，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安安分分的去跟人过日子。如果你的经济实力没有雄厚到让他可以为你改行，那即便你用真心啊打动了他，他也未必能够会为你放弃这门营生。即便他愿意为了你放下这门营生啊，等热恋期一过，新鲜感一没，如果你不能在经济等方面满足于他的话，指不定啊哪天又会重操旧业。不是我对这个行业带有色眼镜，其实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呢，也清楚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，只是大多数选择避而不谈。我不否认会有只努力赚钱、思想比较纯洁的人，但概率又有多大？我倒劝大家宁可生活圈当中去找，也不要从这个行业里面去找，因为从事过这个行业肯定是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。你反观一下自己，你有哪些闪光点和不同点，能让他彻底杜绝那些诱惑？你若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尽量不要开始。总之啊，这个感觉就是后患无穷。毕竟人家一开始见你也是有意隐瞒了身份，为什么呀？这点能想出来吧？虽然有句话说呀，男人的2大爱好是拉娘家妇女下水，劝风尘女子从良，但还是希望所有大兄弟们谨慎考虑吧啊，言尽于此了。至于咋选呢，自己决定。顺便问一句，公安局会去图书馆扫黄吗？这
气的我这个脑子现在冒冒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，真的。说点彩礼那些事儿啊，有一个活我最不爱干，那就是提亲啊。那家伙一问到彩礼，就一个个跟炸锅一样，现场就跟那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。有的人家呢还通情达理啊，这彩礼呢看着能力给，这有的呀要了20万都觉得亏了呀。结婚当天，哎，不下车，你非得再给我10万。哎呀，人生不易啊！今天上午就提心吊胆，跟男士一起去女方家里提亲去了。咱就把这个过程给你们说说啊。先说一下这个两人的情况。男士是92年的硕士，在国企工作，年薪在20左右，独生子啊，父母都是公务员。这个女方呀是94年，3本是艺术类的啊，待业在家考公务员，父母是农村的，有一个弟弟。两人呢是自由恋爱了2年，同居1年多。恋爱期间呢，这个男士每个月是给女方生活费在3000左右，还给她还了外债7万，再加上生活开支啊等等，这2年期间啊花费了将近30万。上午去的时候，这姑娘和弟弟还有妈妈在啊，爸爸去干活了。我们到了之后啊，这双方啊是嘘寒问暖了一会儿，后面呢就开始聊到这个结婚的要求了。女方妈妈不说则已，一说惊人呐，房一套，车一辆，彩礼30万。我听完那血压蹭蹭蹭往上涨啊，真后悔没把我那池子里王八给带来劝劝我呀。男士呢听完就解释说呀，自己啊现在没有钱啊，头2年刚买了房子装修，这2年收入啊很多啊也都是花给2个人了，这个最多呢现在也都能拿出个10万左右。女方妈妈一听啊，理直气壮的说呀，谈恋爱都得花钱，怎么你还得把这钱算到彩礼里面嘛？你1年挣20万，彩礼啊要30万，这要求啊一点都不高。我一看这情况啊，还没谈就吵起来了，就赶紧解释呀，这彩礼啊就不要跟这个男方收入挂钩了，当地的风俗啊也就是几万，最多也就10万了。我这话呀还没说完，女方弟弟就嗷嗷的一下啊打断我说，现在10万彩礼拿出来不丢人吗？女方妈妈呢也是紧跟着声音特别大的怼过来啊，你知道我们村里有个寡妇啊，带着6岁的儿子找了一家呀，人还给了20万的彩礼，我家闺女这不能连寡妇都不如吧？我们家面子放哪？接着又说呀，他们村里没本事的姑娘嫁人啊，人家大专的这个干电焊的都要给20万，怎么你学历研究生还是当领导的，好意思比这个低吗？哎呀，这话一出来，男上当时就火了，你女儿现在没工作，还是靠我养着呢，怎么好意思要这么多啊？两人呢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一会儿啊。男士转身啊就问女友啊，我要是没有这30万，你嫁不嫁？这姑娘脑子啊也不带灵光，听了就说呀，这结婚啊是要跟你一辈子的，嫁到你们家呀就要伺候你们，给你生儿育女，把我妈妈自己扔到家里，那肯定是要补偿的。再说这钱也不是给外人呢，我妈呀就是你妈，那又怎么了？男士当时听完呢，气得血压都往上冲啊！我拉住他先冷静一下，就听女方妈妈在那儿又苦口婆心的劝呀，这笔钱呀我们也不要，那存在女儿的名下，万一哪天你们离婚了，这女人带个孩子呀，她也不好嫁人呐，这钱也能够给她当个保障。男士啊接着就问啊，那给30万赔价多少？对方理直气壮的说没有赔价。这时候啊男士就已经很生气了，说要么10万彩礼两人结婚，要么分手。对方一听啊直接说啊，这10万可以，但房子啊必须得加名字，车也得是女方的名字。哎呦，你们没看着对方的要钱的嘴脸啊，上辈子土匪这辈子都投胎他们家了。我劝女方，我说你们家这个条件聪明点的不要彩礼也会嫁。男士硕士年薪20万，独生子，父母在政府工作，这条件啊够优质了，多少人都想认识。姑娘你马上30了，去相亲也是一个不讨好的年龄，没有工作，各方面条件一般，分了手你根本就不会找到他这样的。我还没说完呀，他弟弟就说呀，我姐那是要考公当官的。哎呀，那底气让我觉得啊，那都不是考公了，那是要考总统了呀。双方呢又因为啊是谁配得上谁啊，又吵了一会儿。最后他弟弟是直接起来啊撵我们出门，说我姐有的是人追啊，连彩礼都不舍得给，以后啊对我姐肯定也不好。男士气的呀出来就给他女友打电话嘛，结果呀是被拉黑了。说个最终结局啊，这个男士啊联系上女方了，要求女方必须还给他10万，而且分手，都是有转账记录的。这女方一听啊不同意，而且还去挽留这段感情，沟通到最后啊就说这个分手可以，这个钱呀5年之内再给他，并且呢录了这个电话录音。男士呢就拿着这些证据啊决定起诉法院，说对方既然不讲情面呢，也休怪他狠心了。最后劝那些因为彩礼吵架的买家和卖家们，如果婚前都能产生巨大分歧啊，这日子往后啊他也过不好的。好了，下期再给你们讲个陪嫁2双袜子的事儿。
今天这事儿有意思啊，一个姑娘给我吐槽她相亲对象，说她太抠了啊，简直就是这个抠门界天花板。听完我都懵逼了，长话短说，说重点。两人是去年5月份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因为男士挺帅啊，聊天呢也比较有感觉，合得来啊。7月份就确认了关系，9月份呢就开始了同居。哎，这故事啊就从这儿说起了啊。首先呢，两人经常为节约用水这事吵架啊。男士呢洗头担心浪费水嘛，先是用盆洗，洗完的水啊把脏衣服再给洗一遍，然后再倒到桶里啊，再用来拖地。洗菜水呢也是倒到一个盆里啊去攒着，等着用来刷锅刷碗。这姑娘就不愿意啊，男士说呀，咱也不是大户人家，能省啊就省点。平常呢两人也是为买菜这事吵架，一般呢都是男士买菜啊，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点去，因为快下班啊这菜呀它都打折，这一买就买一大堆啊，只有好多烂了的呀，他就把烂的给切了之后吃。还有水果啊也是超市打折处理的，买回来之后是切掉坏的一半，吃好的那一半。这姑娘实在是忍不了了呀，说想吃点新鲜的，结果人姑娘出去买了2斤好一些的苹果，回来两人就为此吵架呀，说这苹果有特价的，带干巴还能便宜不少，这吃都一样，嫌这姑娘呀浪费钱。另外啊，家里用的卫生纸啊都是从公司卫生间里拿回来的，每天呢就拿1-2卷，这家里床底下呀塞的是满满当当啊，上百卷。家里的洗头膏、牙刷、这个牙膏、拖鞋、毛巾等等啊，也都是男士啊出差带回来的，几乎啊就没有自己买过。连送女友的衣服和包啊都是闲鱼二手买卖市场上淘来的，平均呢也不到50块钱。两人为此啊吵过很多架，也闹过分手啊。每次这男士啊又哄又劝，两人呢又和好了。这还有一次啊，这姑娘的爽肤水用完了啊，想去网上买，被男友知道了，说那些化妆品啊都是暴利，成本啊都是几毛几块的，效果都是糊弄人的啊，别被骗了。于是啊，人男士啊亲自去网上买材料，花了6块钱，按照教程呢给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肤水。姑娘很是尴尬，又忍了这事儿。平常这两人出门吃饭呢，一直都是 AA 的。这男士啊是自带卫生纸啊，因为有的饭店啊那纸巾啊它是2块钱一盒啊，他是花钱的。这前天晚上两人出门吃饭啊，这个男士啊忘带纸了，好家伙啊，吃完饭啊他不擦嘴了呀，用免费的这个茶水啊给涮了涮。这姑娘不行呀，非要打开那包纸巾，就因为这个事情，两人啊吵了2天，最后分了手。这姑娘说呀，最生气的就是啊，分手的时候，男士说她是拜金女，说就想找个有钱的。她说自己和男士生活了5个月，这个男士给她花了不到500，自己花了快1万了。她越想越憋屈的问我呀，男友这么抠，提了分手难道错了吗？听完之后啊，我就想想我那些啊每月花费几千上万还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丝们啊，情何以堪呢？这不是妥妥扎人心吗？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，男友很抠怎么办？今儿呢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，抠门的男人分2种，一种是极度抠门的，那这类男人呢，无论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与否啊，金钱方面都是要跟你计较的，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一个外人，永远以防着你的姿态呢和你相处，就怕呀担心你占他一丁点的便宜，总是啊防着女友，防着妻子呀把钱财转移到娘家去。这类男人啊他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，由于对人事物缺乏一种信任，所以格局也相对于比较狭隘，道路啊自是不宽。那另外一种男人啊是属于在恋爱期间表现的比较抠，但是在婚后呢却会把钱财通通交给妻子管理。这类男人呢不能说抠门，只能说他们是了解赚钱的艰辛啊，只想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他们不会乱花钱，也不会那么浪漫，可能不会给你买花，但是更愿意买一些实用的物品来送给女友，类似于生活用品啊等等。他们虽然说不够浪漫啊，不够大方，但是比较有担当，不会让你婚后啊为钱担忧。也许赚的不多，也不属于有钱人，但是他们会给足你安全感，给你依靠，一辈子啊对你不离不弃。那这类男人啊直男居多啊。总之呢，就是人无完人，是人都会有缺点，凡事啊多一些宽容，想让自己舒服啊，先让他人舒服，有舍才有得，计较的少啊，收获的才会多，格局越大，道路它就越宽。说得好。